课题5的考核，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大家会通过新闻综合频道的民生栏目新闻方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大爆料”，获取近期上海市民的爆料求助，由实习生自己联系爆料人，进行现场采访、直播连线报道、新闻稿撰写、后期配音、剪辑。全流程。如果说按照物业刚刚讲的，他们是有巡检、有预检的，那这个洞会看不见吗？我们物业的老师在。当时水就不得真下。哦，当时水有这么高？哎，来不及下去。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10分钟的一个直播的连线，您是作为就是居委会这一方。旁人能把这么一团乱麻给理清楚，快刀斩乱麻。地方坊记者是吧？对，是的，是的。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浦东城管。你好，城管来了，他们打电话找城管了。我是等会儿我们连线的主持人，然后稍等，可能我会请您站到这个位置。他有个诉求，就是他想背着拍。哦，可以的，可以的。然后我们就在这聊一会儿，然后大概就是问您说6年的时间是怀着一个怎样的心态一直在做这件事儿，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这真的做这种外扭民生节目，战争就是一场战争。倒数1分钟。好。加油加油加油 ！Give me 5 Give me 5， 加油加油！开始了，我就在位置上站好了。3、2、1。20秒片头。坊间冷暖，上海温度，我是凯旋，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新闻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难题。家住浦东新区路与路附近的居民向我们的栏目反映称每天凌晨的4、5点钟的时候他们都能听到自家的楼下有响亮的公鸡打鸣的声音，声音有的时候呢还此起彼伏，十分的扰民。而这划破寂静夜空的一声声鸡叫，原来是来自附近临街商铺门口的一辆3轮车上。为了查明缘由，今天一早我们的记者雨佳就赶到了现场。雨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吧。这个味儿太对了，这个连线的感觉是吧？好的，凯旋您好，我是雨佳。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浦东新区的路。那有市民爆料说在每天清晨的3点半到5点之间，会有此起彼伏的鸡鸣声，而且非常的刺耳，影响到了他的休息。而声音的来源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斜后方有一辆上面有着蓝色布子的3轮车。原因呢，是因为每天晚上的凌晨，在这辆车上会满载着一车的活禽，足有10几只。而在第2天早上，这些活禽会进行售卖。究竟这个情况是如何？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它对我们群众的生活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今天我们也把爆料人请到了我们的直播的连线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困扰和诉求。好的，有请。你好。你好，可以先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你遇到的一些困扰你的情况吗？因为这边它有鸡鸣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从我前几年搬过来就一直有，特别扰民。那它每天叫鸣的时长大概要持续多久？一般是1、2个小时，而且叫声的持续的时间和它的频次，一般是看它每天的鸡的性别和公鸡的数量而定。因为如果都是母鸡的话，它可能当天它就不打鸣。是鸡的性别。很严谨。没有，因为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听到声音，然后结果就说今天怎么没有叫呀？他说因为今天卖的可能都是母鸡。那您现在就是因为找到了我们栏目组，我们需要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那您现在有什么相对于的困惑，或者说需要我们想去帮您对接的诉求呢？如果是售卖活禽的话，希望还是有卫生的一些检疫的程序，然后包括会有正规的营业的一个许可。因为上海市有颁布一个2024年20号的一个文件，这边也是严令禁止在非固定的摊位这边是售卖活禽。明白。那您是只是听过这个声音，还是说您有到线下去买过它这个鸡呢？我这边是暂时没有买过。我出来准备一下了啊，在那里准备好就好，在那个红色的位置。好的，明白。好的，已经了解了您的诉求，谢谢，谢谢。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活禽交易的定义啊。活禽交易是指合法养殖的禽类在市场中进行销售、宰杀以及加工的行为。那在今天的凌晨，我们就在这辆3轮车的对面，也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们进行了一个蹲点。那在早晨的4点20分，有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它将一车的活鸡和活鸽子来搬到了这个马路的对面，也就是这个位置。之后呢，它在夜色朦胧当中，把2笼子鸡从大货车上搬到了这个3轮车之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把这个笼子上的鸡肉一个一个的放入了这个邻里自提点，可以给那边一个镜头，邻里自提点里面的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而之后我们又去实地去买了一只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当时买的一个活鸡。那可以看到它现在还是一个整只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选定鸡之后，就在这个海鲜店门口，店主给我们进行了鸡的一个屠杀，屠杀。屠杀吗？他刚才提到你说对那些鸡进行了屠杀，用词。这些活鸡究竟是从哪里来？那根据上海指导，把方圆10里的鸡都杀了。那这些禽类。雨佳有时候用词不是很准确，但是它总体还是蛮顺的，讲得很清楚。今天早上到底什么状况，那些描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根据上海市活禽交易管理办法，也明令的禁止了活禽交易的行动。这些禽类为何会在路边的门面进行售卖呢？那今天我们也把沪东分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唐请到了现场。唐队你好。你好。你好。刚刚我们的爆料人有进行过这样一个投诉的行为，那您这边是有收到这个投诉的反馈吗？是的，我们在前期确实收到过相关居民的投诉。那么我们当时到现场来看的时候呢，确实也没有发现他有实际经营的这个行为。并没有发现实际经营的行为，但当时在这个门面里看到活禽了吗？门面里面当时他只有卖的相关的一些猪肉什么的，活禽确实没有看到。活禽是从第一次来我们来线下，一直到后面的还有来过吗？我们分别3天3个不同时间段来过，都没有发现。对，像他这些问题都是有必要的。他等于在现有的基础上想到能再追问一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对，这一点很棒。真不错。都没有发现活禽的一个现象。那咱们这个城管部门在对于活禽这方面的治理方面，我们的职能的范围大概在什么地方？只有是针对家庭饲养这块是有一个相关的条例的。那么针对他这种商铺里这个经营啊、交易的这种行为，目前是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白，就是现在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说是对里面的一些交易行为，我们城管部门能去做出一些处罚的行径。那投诉人投诉的结果是划归到了我们的城管部门，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管，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们城管虽然针对他这个活禽交易不能直接进行一个管理，但是针对如果他是涉嫌这个跨门经营或者是占道经营的话，这一块是可以进行一个相关的管理和处罚的。可以出来准备。明白，好的，谢谢唐队，谢谢。那针对刚刚唐队所说的啊，可能城管的管理区域就是在这个门面店以外，那门面店以内由谁来管呢？那我们也请到了沪东市场监管所的副所长，有请。您好，那刚刚我们的城管部门说，它的一个职能范围主要是在这个门店之外，那门店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归咱们管呢？认真不错啊。最后1分钟，利落。但是这是正管，给1分钟有点短了。应该对。是这样的，那么根据我们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在门店内的一些违法经营行为，如果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是由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处理的。那之前这种现象，你们有接到过反馈吗？根据活禽交易管理办法呢，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是主管在市场内的活禽交易行为，那么在市场外的活禽交易行为，我们这边没有明确的执法权。您指的这种个体商户，它不属于市场之内的经营吗？对，不属于。这就我说的嘛，它其实没有明确的法，它有个规定。他们管市场内，那城管呢只能管占道，又不能管门面内。
那是如何定义的呢？说我们市场的话，根据火禽交易管理办法，对于市场的定义是指专门的集贸、农贸市场。好，明白了。好，谢谢所长，谢谢您的解答。那我们可以看出啊，无论是从城管方还是从这个市监督所的这个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中间好像是存在着一个没有办法去单独进行治理的一个区域的。那这个区域究竟之后该如何治理，而之后的发展又该是如何？那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报道。好的，凯旋，以上就是我这边现场的所有了解到的内容。不错，可以拉回去上班了。 5秒交接，利落，真棒。好，雨佳，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了解，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关注一下，希望你为我们解答一下。啊，临时提问。我天。好的。考察来了。凯旋在发问。好，那第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有去问过城管执法部门，他们也有提到，他们应该是去检查了3次，但是都没有看到。那我想，可能人防是达不到24小时的监管，但是比如说该个街道或者是商铺门口有没有定点的监控，可以做到技术防护呢？有没有拍到过类似的交易行为呢？好问题。漂亮。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在这个周围进行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排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条线上，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布着一些小监控的，可以看到吗？在2个门牌的中间是有那种小监控的，但是这个监控究竟是否有拍到他们这种违法的交易行为，我觉得我们这里还需要再去深入的调查一下。很稳哦，很稳。确实可能还要去在联合公安那边去进行一个解答。他这个收得很好。这个商户的他这个反应很快，因为他们应该没有关注过，之前没有关注过，但他就临时看到了。好的。我有看到你今天是采访到了一位市民，他应该是受到干扰的市民。那我想，这个商户能在这条街进行买卖和交易，他一定是有相应的受众的，有专门的机构，或者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向他们科普买卖活禽会可能带来的健康和卫生的风险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群采的时候，也对观众们进行了一个摸底。我们去采访了他们，说你们究竟是否对这样一个法律法规是有认知的？我们发现基本上是呈现一个5-5开的局势。因为据我所知，上海这个活禽的治理办法是已经修改过一版的，那可能对它的一个定点的宣传和专门的一个普法的内容，我觉得还需要再加强。好的，谢谢雨佳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好的，谢谢凯旋。雨佳的这个出镜的感觉真好，外景的感觉太好了，可以，太厉害了，太好了，留下来干活吧。这个我很意外，就是根据他们前面的这个交流以及对于他的回答，我觉得都很棒。我觉得他应该是准记者，就是外场记者做调查类记者的一个水准了。我觉得这是他目前最好的一次出镜表现。是的，对，是的，很高的评价了。就是啊，留下来干活了。你看晨晨老师笑得多自豪啊，太棒了，干净利落准确，没有水词儿，全是有效信息，而且直面2个临时新增的问题，有条不紊，处变不惊。可以吗？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们，辛苦了，对。后续还有什么吗？电话联系你。对，电话就联系你们，就不劳烦你们再跑一趟了。行，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好的，谢谢您，谢谢，谢谢，再见。拜。可以吗？还行。可以，特别棒。也没有特别棒吧，就中规中矩。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培训机构预付费卡的事情。昨天下午有市民向我们反映称，一家在浦东经营了超过20年的足球培训机构呢，突然是关停了，这让不少的学员和家长是既焦急又无奈。那就在家长和小学员们都无助之际该足球培训机构里的一批教练员表示，他们可以接受此事。但是谁曾想呢？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方却不支持教练们的这一做法。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上海体育场的记者张诗文。诗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吧。好的，那我来为您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站的位置是上海
体育场、足球场的前方。我身后的这样的一片足球场，正值暑期，本来应该熙熙攘攘，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打球打闹，但是现在却空无一人，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足球场前面贴的这样的一纸公告。在之前的10几年呢，我身后的这个足球场一直是由足球来承包的。它是从2007年进入中国的一家足球教培机构，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了一批非常忠实的用户。但是呢，在今年7月11号，足球却突然发了一纸公告，称现在已经停课了。我们的记者也多次打电话去联系在上海区的负责人，但是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对于这个情况，家长是怎么看的？让我们来连线一位已经在这里等候的家长。开场还可以，试问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是从哪儿知道的突然关停的这个消息？有没有提前通知您？没有收到提前的通知，我们得到消息是通过教练在微信群里发布，以及家长互通有无来知道这个消息。那现在咱们大概还有多少课时在这里？然后大概是预付了多少钱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付的是年卡，大概是9800块。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到期。那现在对于这个机构突然关停，然后孩子们没法上课这个事情，你有没有一些想实现的这种的预期？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在暑期尽快的让小朋友在户外多参加运动，能够让球场开放，给他们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好的，我们其实还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批跟孩子们关系比较好的教练，已经在尝试组织一些小型的友谊赛，让孩子们踢球熟悉这个感觉。也有一些教练在想努力去承包我身后的或者是其他的场地，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训练计划。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决定，咱们家长这边是知道的吗？这是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也是通过家长个人的资源去联系到其他的体育场馆。体育馆一直是对我们大门紧闭的状态。我们还了解到，如果后续准备与教练去开展这样子的培训的话，可能有一些家长准备签署一个免责声明，让教练能更放心的来教学员。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因为我们考虑到教练出于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负责比赛的组织，如果是场馆方或者是教练方有这样的安全顾虑的话，我相信大多数家长是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分享。如果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信息，我们也会及时跟您跟进。好，来，咱们可以这边请。看上去好像出现了希望和转机，有一批教练准备义务介入到这些小朋友的训练当中，但是事实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顺利吗？我是觉得他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非常强，他是完全脱稿的，厉害。中传、播音第一、第二，不愧是师姐啊。我唯一是觉得说他在采访老百姓时的状态，面对镜头的时候，他那个气是很提的，但他那口气在采访的时候没松下来。他这种提问方式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之前在沟通的时候跟韵林说过这个自己提问方式的问题，因为他觉着这个嘉宾在连线之后还要进行采访，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但是他认为连线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快速推进。对，快速推进，可能问更多偏闭合性的问题，一是把时间压缩，二是我整体可控，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技巧。我们也采访到了原先在的一个教练，他是教学主管，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现在他们的预期和情况。大家就达成一致嘛，我们自己接手这个校区，然后呢让学生恢复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要办理一个办学资质。然后办学资质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那我有一个场地租赁的合同，而且它也不是能马上实现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在上海，关停的机构不止体育场这一家，在和城这两家机构，其实它也是有了一个关停的状态，但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我们也联系到了教练，教练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另外一些机构为什么能恢复运营的一个原因。这个负责人呢，就是以前也是负责那个校区，他自己跟那个的物业就是签那个租赁合同，可能是属于这个国企单位，
工作的一些情况和要求，可能是跟那些机制中它是商圈，它是只要跟物业去达成共识，就基本上没啥问题。好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教练向我们提到的卡住他们的其实是办学资质，因为我们也了解到了上海关于体育场承包和运营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没有确定的公司的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体育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学工作的。那么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体育中心的副主任，然后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份登记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突然消失之后，体育场呢是组织家长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登记。他们已经大概联系了多位孩子的家长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看起来是非常的负责和有条理的。那么他们的顾虑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不能向这些家长和教练所愿，再把这个场地包给原来的教练团队吗？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副主任向我们提供了解答。这样一个开了10几年的机构，尚且会出现跑路风险这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稍微小一点的运营资质的公司，可能也难以全然信任。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和发酵其实刚刚1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申请资质也是一个稍显漫长的流程，也需要等待它一步一步的向上去申请。非常完整，逻辑也比较清晰，然后准备的极为充分。他之所以能够连得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前期工作案头做得比较好。那么现在家长、教练和体育这边的3方各自的诉求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如何在3方中间中和，取得一个问题解决的更好的方式呢？我们也期待有另外权威的第3方介入，或者是向法律方面去寻求帮助。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后续有新的信息，会随时来向您跟进。他会经历什么样的考验呢？凯旋要提问了。主持人。好的，世文，我们刚刚有看到你采访到了一位家长，家长也提到非常真切的渴望，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愿意和教练和场地签署免责声明。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去调查过，是不是真的签了免责声明就真的能够免责呢？好问题。凯旋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新闻实力，他对展现我为什么能拿到 offer？ 对，我在直播间里，他就听他们的，去现场记。哇，每人找到2个提问的问题。我这问题每个都提得很好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进行了调查，我来分为2个角度回答。首先，这个免责声明签没签呢？目前是还没有签的，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双方是无法开展日常的训练和培训工作的。那么第2个，我们也问到了，在上海从事律政工作的一位刘律师。刘律师给到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即使签署了免责声明，但是法律上的这个责任的归属其实有法律的认定，对方是否因为免责声明就可以不承担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呢？这个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再做商榷的。清楚。对，这都是有备而来啊，他已经做过律师的问询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家长即使非常真切的希望能够签免责声明，但是场馆和教练也有所担忧的原因。那我们还关心的第2个问题是，刚刚你也提到了3方都有各自的诉求，那有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协调出来，为这件整个事情兜底呢？能做一些协调和商议，让这个事情进行下去呢？现在我们所联系到的比较权威的部门是上海浦东这边关于体育方面的主管部门。这个资质的批复呢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节点的。如果我们要商议身后的这个场地是否能够租赁，可能需要向街道办相关的负责人去做一个联系。那么如果我们去商议这个办学的审批资质是否能批下来，可能需要向上海文旅、上海体育去做商议。那么这2方今天上午我们也都各自在联系，希望得到更权威一些的意见。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得到一个更加好的解决，可以兼顾3方共同的诉求。好的，谢谢诗文，我们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的消息，为我们提供不管是办学资质还是场馆的申请资质，都能有一些绿色通道。凯旋问给他们问题，他们几乎可以对答如流。整个的这个连线的状态，我觉得思路也是比较清晰的，逻辑是非常清楚。事情因何而起？家长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教练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为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这里不可以？原因卡在了哪里？
我觉得整体逻辑是比较清晰的。那您觉得就是谁来协调是比较合适的？场馆所在地的这个行政的机关，比方说某一级的政府啊、街道。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免责声明这个东西，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合理的吗？我在想，在正常训练过程中产生的这种问题，这个教练和场地都是可以免责的。教练的一些法定的一些义务，他是不能免责。哦，免责声明绝对不可能排除所有的责任。这一点是确定的。哦，他们之前都做了准备，真好，真的是有备而来。哎呀，哪有什么对答如流啊，全是之前的细致的案头工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押题押中了。我没想到他会提问，我也没想到。但你回答的很好。但是咱们昨天全问过，还好昨天打的那个电话全都问过，全都问过。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件暖心的事儿。早在2年前啊，深城的一家爱心饭店就会免费为周围社区重残的老年人送餐。这个故事呢，引起了网友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啊，这家饭店的马经理却再三地叮嘱记者，千万不要露出他们饭店的名字，因为他们只想要默默地传递这份爱心。那距离我们的记者上一次报道又过去了2年多的时间，那这家爱心饭店还在为老年人们免费送餐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再次来到了现场，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的观察和介绍。好的，现场的记者，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好，正面报道了。俩哥们儿要来了，俩送货小哥们儿要来了。主持人你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前方记者子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站在一家饭馆里。这家饭馆不愿意透露姓名，因为它非常的特别。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因为这家饭店从2020年就开始为周边的有需求的老年人们提供免费的送餐食的这样一个服务。在来之前，我也在纳闷，我说，这样大的一家餐馆，这样专业的一家饭店，它为老年人们免费送的餐和为平常的顾客们来炒制的那些饭菜，是不是会有区别对待呢？但是当我刚刚走进了他们的后厨之后，发现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因为他们的后厨正在精心的准备即将为老年人们送去的饭菜，他们此时也正在备菜。那么接下来跟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去他们的后厨来看一看。也挺生动的，人也很好啊。